闻佛音，见佛法，欢迎各位师兄收看今天的节目。刀郎的新专辑《山歌聊斋》，其中一首《罗刹海市》爆火全国，很多人纷纷认为是君子报仇，10年不晚。文中歌词的内容隐喻影射了4个歌坛名人和某卫士，网友们形容为迟来的因果报应。确实，从原文来看，原文中根本就没有歌词当中出现的那幼鸟、马户、一丘之貉、转定等等内容。如果出现一个词的巧合，那情有可原，但5个以上的用词和内容完美贴合该档节目和4个歌坛名人，这就没法解释了。不能说非常相近，只能说一模一样。但是此举从法律上来讲有没有违法呢？并没有。那么从情理上来讲有没有错呢？也没有，最多算是一个曾被多人取笑打压的人正常的反击而已。他们几个人随时完全可以再反击回去，无论是从音乐的专业性还是从个人名誉的角度，都可以这么做。但除了汪峰的回应稍显理智外，其他人要么不吭声，要么关闭评论，要么讲了无关痛痒的1、2句。可见如果不是心虚，那几乎就等同默认了刀郎此举的正当性。作为任何普通人来说，这是一个换作谁都会做出的正常反击，实际上也赢得了绝大多数网友的支持和肯定。善恶有报，此为天意。天意是什么？就是民心。如果民心所向，顺应民心，那么大概率这个事情就是正确的，或者有理的。民心之不可违逆也。那么从佛法来讲，有没有造业的问题呢？当然有，这是一个正常的因缘果报，有其因必有其果。但以小编角度来看，刀郎的背后发心其实是善意提醒他们几位要懂因果，现世报就在眼前，这反而是一次妥妥的善业。为什么这么说？在当年刀郎火爆全国风头正劲的时候，就遭到了污蔑和打压。当时的他完全可以做出正当和强有力的反击，以他的气势和歌迷的支持，完全可以站在道德和音乐专业性的制高点战而胜之。但是他选择了隐忍和沉默。很显然，刀郎的心胸和心性从那个时候开始就已非常人所及，令人佩服的同时又替他觉得太憋屈。但他隐忍了10年，从修行角度来说，修了10年的忍辱般罗密。所以刀郎真的就只为教育那几位名人如何做人吗？格局就那么小，他没有更多的发心或者目的。10年过去之后再发生，以他历经世事的沉淀和崇尚佛法的修为来看，他制作此专辑的目应该远不至此。除了顺便用因果现世报教育了一下那几位以外，背后其实刀郎有着更深更广的发心和目的。只是大多数人都一窝蜂的吃瓜跟风，看最热闹的恩怨之事，完全忽略了他写这首歌的根本目的。那么《罗刹海市》这首歌背后，他所隐喻和向世人传达的根本目的是什么呢？颠倒。他在向世人提醒，所有人都在颠倒妄想中生活，以丑为美，以苦为乐，痴迷于财色名食睡的欲望直取和纵情享乐中，在烦恼抑郁悲伤痛苦中造业无数，沉沦生死，轮回不息，不知此娑婆世界的人生为苦海，不知自性清净，不知解脱大乐，不明自性天真的本来面目。佛法早有说，以虚妄颠倒之心分别诸法之相状，叫做颠倒，亦即由于心之执着而无法如实知见事物的真实义谛和本来面目，遂产生颠倒之执取分别。其中佛说凡夫的4种颠倒，是指凡夫对世间一切执取4种谬见，即常颠倒、乐颠倒、我颠倒、境颠倒。常颠倒，一切有为法都是无常，但众生都只以为恒常不变。乐颠倒，世人有8苦，有求皆苦，但众生执着于各种欲乐的追逐沉迷中，以苦为乐。我颠倒，众生把5蕴假合的幻化躯体认为是真正实有的我。境颠倒，世俗世界本是秽土，充满了污秽，包括众生心里种种杂乱染污想法，但众生却以为是境。人身的一切其实都是由4大假合构成的色身，有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这6根，分别对应外境6种色、声、
香、味、触、法的现象，也就是六尘。六尘通过六根产生意识上影像，就称之为六尘缘影。凡夫就把那些虚妄的六尘缘影当成自心，当成真实去执着，在此中颠颠倒倒，倒倒颠颠，所以凡夫以欲为乐，孜孜以求一时快乐，而种下无数个轮回的恶因，自己不知，反觉很乐，实际都是苦。眼前的享受是坏苦，乐境坏了，自己就会失落、发愁、悲伤、期望等，再去找下一次的乐。整个过程其实都是苦，而乐是如此短暂和虚幻不实的，所以人生皆苦，生老病死、求不得、怨憎会、爱别离苦等，无处不苦，而众生却沉迷其中，只取种种颠倒见。例如认为性感是美，认为金钱是万能的，认为人死如灯灭，认为世上无神仙，认为看不见的就不存在，认为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等等，以这些颠倒错认的知见，产生各种各样贪爱执取的烦恼痛苦，起种种杀、盗、淫、妄的罪业，最后就堕入三恶道，反复轮回，过着颠倒的虚幻人生。所以刀郎最后说，那些颠颠倒倒的认知和行为，是我们人类根本的问题。所以佛陀才会劝众生，只有远离颠倒梦想，才能达到究竟涅槃。佛陀才会说，我们所认知的我，其实并非真正的我，那个六尘缘影也不是真正的我的心。只有觉醒了，不再把六尘缘影颠倒的认假为真了，才能进一步找回真正的真我、真心，找回自性清净的本来面目。我想，这才是刀郎想要告知世人的真正目的吧。大家可能不知道，刀郎其实是位佛教徒，但这却是媒体很少愿意关注的。当然，他同样是一个低调的佛教徒。2010年7月，刀郎在自己的博客上向朋友发录忏悔，为自己亲爱的哥哥的辞世，以及自己可耻的诅咒。当然，那是很多年前的故事了。后来，刀郎在他写的歌曲《流浪生死的孩子》中，放上了一段亲自念诵的地藏经，他选自地藏经第12品。让我们来听刀郎讲述这个令人震动的故事吧。也许你能理解，为什么刀郎的歌曲总有一种深邃的悲伤与旷世的苍凉。曾经有一幸福的4口之家，父亲母亲加上2个儿子，哥哥比弟弟大5岁。哥哥的性格耿直刚烈，弟弟的性格自私倔强。由于父母工作的原因，兄弟俩长期寄养在奶奶家。奶奶家的孙子孙女很多，除了照顾生病的爷爷，还要照顾其他的孩子，所以很少有时间管教这俩兄弟。哥哥因为父母不常在身边，于是觉得有责任管教弟弟。但是弟弟从小性格叛逆，因为年纪都小，加上哥哥脾气暴躁，长兄为父的想法让他也从来不愿讲道理，只要3言2语不对就拳脚相加，年龄相差太大，所以每次打架弟弟总是吃亏。那时弟弟恨极了哥哥，但是血浓于水的亲情让哥哥永远挺立在弟弟的前面。只要是弟弟在外面受了一点点委屈，当哥哥的拼了命也会去保护他。有一次弟弟在外面惹了一个社会上的痞子，那人带了3、4个人到学校门口堵他。当时弟弟已经被打得满地乱滚了，有认识哥哥的同学跑去通知了他，哥哥一个人拿了根钢管过来把人赶跑了。当然，回家后当哥哥的继续又以父亲的姿态收拾了弟弟一顿。尽管这样，弟弟还是被不羁的无名私愤蒙蔽了心性，在这样的打打闹闹中一直恨了哥哥10几年，甚至在一次惨烈的争斗后，还跪在地上祈祷老天让他去死。直到有一次，那时哥哥已经20岁，谈了一个女朋友，比哥哥年龄大几岁，而且很漂亮，哥哥很爱她。弟弟因为听说女孩以前谈过其他的男友，阴暗的心里让弟弟毒舌地给了哥哥一句绿帽子。那一天兄弟俩打得天昏地暗，母亲心疼小的，骂了哥哥，哥哥盛怒之下就离开了家。从此以后哥哥就再也没有回来，因为离家后不到1个星期，哥哥就出车祸去世了。哥哥是骑摩托被一辆货车挂倒，然后被后面一辆面包车从头部碾过去，当场死亡的。那一年哥哥20，弟弟15。
收尸的时候，弟弟用单子去裹他的时候，身体还是软的。弟弟当时没有一滴眼泪，因为他内心充满了恐惧。他觉得这是他的诅咒应验了，他觉得是他害死了哥哥，是这个当弟弟的自私和仇恨害死了他。守灵那些天，弟弟没有离开哥哥身边一步，默默地守着他。旁边的亲戚朋友都很诧异，都在感叹着兄弟的情谊。其实他们哪里知道弟弟内心中恐惧的忏悔。说到这里，您大概知道这个自私狭隘的弟弟是谁了吧？这个弟弟就是我，15岁的罗琳刀郎原名。那一年是我人生中最痛最愤懑的一年，痛失亲人，愤恨自己。我没有资格去评说您父母和你的任何对或错，但我想给你说，从我哥哥去世以后，我们家从此就没有了欢笑。父亲和母亲每天关在自己的卧室里，很少出来。妈妈让家里的大门一直开着，说要等我哥哥回家，因为走的那天哥哥没有带家里的钥匙。我从来不敢直视我的父母的眼睛，怕看到他们呆滞的泪花，怕他们看到我心里的嗟悔无极。许多年，这个痛一直背负在我的身上。慢慢的，我明白了一些事情，爱恨都是缘，但我更愿说是韩宇给的缘。我们来此世间，有些人是来给的，有些人是来还的。该还的还了，自然就离开了；该给的给了，就不要再去强求索取了。好了，今天的内容就和大家聊到这了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